各位国人同胞，大家好。美国政府近日以对等为名，宣布对世界各国加征关税，台湾也名列其中，加征32%，这势必对我国造成重大影响。目前各国已经纷纷回应，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报复性措施，预期全球经贸将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台湾是外贸导向的国家，面对未来的挑战，举步必然维艰，必须步步为营，才能转危为安。这段期间，感谢社会各界提供宝贵的意见，政府极为重视，将列为决策的参考。然而，如果冷静仔细分析台湾对美国的贸易，我们会发现，去年台湾对美国出口金额是1114亿美元，占全体出口总额的23.4%。其他75%以上的产品是销往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，而销往美国的产品，其中具备竞争力的资通讯产品以及电子零组件就占了65.4%。这表示台湾的经济其实仍具有相当的韧性，只要应对策略适当，公私协力，将可以降低冲击，请大家不要恐慌。面对美国的对等关税，台湾没有计划采取关税报复，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承诺，只要符合国家利益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但我们要让美国清楚知道，台湾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积极掌握全球经济情势的变化，加强台美产业合作，提升台湾产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。在维护台湾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下，采取以下5项策略来应变。策略1，透过谈判，全力争取改善对等关税，有5点做法。1，台湾已经组成谈判小组，由行政院郑丽君副院长领军，成员包括国安会、经贸谈判办公室、行政院相关部会以及学界、业界。谈判关税可以从比照美加墨自贸协定，从台美双方零关税开始谈起。2，扩大对美采购，以降低贸易逆差。行政院已经完成盘点，对农工、石油、天然气等产品的大量采购计划。国防部也已经提出军事采购清单，各项采购都会积极进行。3，扩大对美国的投资。目前台湾累计对美国投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，创造约40万个工作机会。未来除了台积电加码投资，其他产业例如电子、资通讯、石化及天然气等产业，都可以加码投资美国，深化台美产业合作。台湾政府协助整合出台湾投资美国队，也期盼美国对等整合美国投资台湾队，让台美经贸合作更紧密，共创未来的经济黄金时代。4，排除非关税贸易障碍。非关税贸易障碍是美国评估贸易伙伴对美贸易是否公平的指标，因此我们将积极解决已经存在多年的非关税贸易障碍，让谈判更加顺利。5，解决美方长期所关切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，以及低价倾销商品违规运转，也就是洗产地的问题。策略2，提出产业支持计划，针对国内受冲击影响的产业，尤其是传统产业及中小微型企业，给予及时且必要的支持与协助。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已经于前日率领团队公布9大面向20项措施，未来会针对各个产业的不同影响与特殊性给予支持，并协助创新升级转型。策略3，提出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。此时此刻，
政府必须同时提出经济及产业发展的新策略，这也是突破未来经济挑战的根本途径。政府将积极和友盟国家合作，既开拓多元市场，也可强化产业上中下游整合，让台湾产业生态系更完整，也推升台湾产业升级转型。我们也要善用半导体制造、IC 设计、资通讯产业以及智慧制造等产业优势，打造台湾成为人工智慧岛，推动食衣住行以及军工、安控、次世代通讯、大健康等种种应用产业的发展，迈向智慧、永续、繁荣的新台湾。策略4：台湾+1，一级台湾加美国的新布局，立足台湾，布局全球，行销全世界，是台湾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。其中最重要的是立足台湾，台湾一定要站稳脚步，不因为这次风波而动摇。因此，政府会奖励投资，松绑法令，并且持续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，积极滚动解决水电、土地、人力、人才各项问题，来协助企业跟留台湾，加码投资台湾。另外，也要帮助台商的海外生产基地做必要的调整，形塑台湾+1，也就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将调整为立足台湾，布局全球，加强美国，行销全世界，利用供应链的新布局，加强台湾产业和美国产业合作，也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。策略5：开启产业倾听之旅。产业不分类别，不管大小。美国一旦开征对等关税，不论多少都会带来冲击。我和行政院卓荣泰院长率领的团队，将分头倾听业界的心声，随时解决问题，也让政策更符合需求。各位国人同胞，过去半个多世纪，台湾经历2次能源危机、亚洲金融风暴、全球金融海啸，以及疫情冲击等一次又一次的严酷考验，我们不但能够克服困难，而且化危机为转机，让台湾经济脱胎换骨，更上层楼，也更具韧性。面对当前的挑战，政府会和民间携手合作，行政院的对策也希望立法院不分朝野都能够支持，为台湾经济打开更宽阔的出路。让我们一起加油！谢谢大家。